无畏曲折迷离 ，K 姐奇探秘。大家好，我是 K 姐，欢迎回来。世界各地发现了许多令人难以置信的建筑，都是用巨大的石块建造而成的。从人类的角度来说，那些巨大的石块如果没有先进的技术帮助，似乎是不可能被移动的。对我来说，除了埃及金字塔之外，最让我感觉到震惊的是玻利维亚的普马棚古遗址，因为那里的石头不仅巨大，而且雕刻得十分的精准，即使是使用现代的工具，我们也很难复制。更让人意外的是，现在居然在它的下面还发现了地下古城和巨型金字塔。在南美洲的玻利维亚境内，海拔4000多米的沙漠高原上，四处散落着重达数吨乃至上百吨的巨石，如同一片废料场。在这里发现的巨石是地球上最大的岩石之一，最大的石头长7.81米，宽5.17米，平均厚度在1.07米，估计重约131吨。这第二大的石头呢，也达到了85.21吨。这两块巨石都是作为建筑基底的一部分，由红砂岩制成。基于考古学家详细的化学分析得出的结论是，这些巨型红砂岩块是从大约10公里之外的迪迪卡卡湖运来的，而上面用于石材贴面和雕刻的较小的安山岩块，则是来自于距离此地90公里远的科帕卡巴纳半岛内的采石场。这就是充满谜团的普马棚古遗址。考古学家对普马棚古是什么、如何建成的，以及它的建筑目的一直感到困惑不已。而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去当地研究后发现，这里隐藏着比金字塔还要夸张的远古黑科技。1999年，美国宾夕法尼亚的考古学教授弗拉米奇在自己的专题研究论文中发表了他对普马棚古的放射性定年探测数据。结果表明，普马棚古建于1500年前，这也是目前主流界普遍认可的普马棚古的历史年代。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科学家们相信，那时候也就是公元6世纪，是印加帝国的前身，是蒂亚瓦纳科的辉煌时期。据估算如果真是古人在1500年前建造的，那就需要1300到2600人才能抬起这巨大的石块。而由于蒂亚瓦纳科人没有铁器、车轮、牵引力足够的动物、滑轮，又或者是起重机，这就让人难以相信了，古人也能建成普马棚古。也因此让不少人将普马棚古视作外太空文明到访地球时留下的遗迹。1945年，一位名叫亚瑟·波斯南斯基的著名考古学家写了一本关于普马棚古的书，他对此地做了几十年的研究，并测试了当地所有的历史遗迹的结构后，得出了结论说，普马棚古是建于大概17000年前，也就是说石器时代。虽然这种说法至今都存在着巨大的争议，但当地的居民对于这样的说法显然是更加认同的，因为这和他们的传说刚好吻合。他们认为，普马棚古是在1万多年前，有位从天而降的神在一夜之间建起来的。此外，地球上各地的巨石建筑也都巧合地建立在那个时期，比如以胡夫金字塔为首的最大的3座金字塔，刚好在位置上与猎户座的腰带3星精确对应。在海奥华寓言中有谈到，埃及最大的金字塔叫胡夫金字塔，它是托斯于17000年前建成的宇宙工具，而这个托斯是一位来自亚特兰蒂斯的伟人。难道这一切都是巧合吗？刚才我们有说到，那些上百吨重的巨型红砂岩块是从大约10公里外的迪迪卡卡湖运来的，而那些较小的安山岩块则是来自于距离此地90公里远的科帕卡巴纳半岛内的采石场。这是不是也让你想到了埃及金字塔呢？因为埃及金字塔的石头同样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运过来的。现在认为最靠谱的运送方法是当时人们通过挖运河，再利用水路运送石料建成的。可是埃及的海拔才只有100到700米高，
而普马棚谷则是处于海拔4000多米的沙漠高原上，那附近根本就没有河流。如果不是通过河流运输那么重的石块，就算不是17000年前，而是1500年前建造的，那最有可能的就是用滚木运送的方法了。但由于这里海拔太高，方圆几百公里都十分的荒凉，根本看不到适宜树木生长的土地，所以用滚木来运送巨石的方法也是行不通的。那个时代的人是怎么运送这些巨大的石头的呢？考古界的著名人物阿列克谢·弗兰奇尼对这个问题感到十分的不解，他甚至花费了20年的时间来研究普马棚谷。据弗兰尼奇所说，他研究了大量相关文献，发现当时的建筑图样或文字描述从未流传下来他们的建造方法。于是，在2002年，弗兰尼奇为了实验古人是否有能力把巨石从10公里以外的迪迪卡卡湖运来，他用了整整3个月的时间，参与建造了一艘模仿当地1500年前的船。这艘芦苇船长15米，重12吨。他和村里几百口人一起，才最终把一块9吨重的巨石运过迪迪卡卡湖。要知道，这还只是一个9吨重的巨石，还走了水路。那请问，古人是如何运送那131吨的巨石的呢？水路都无法想象，何况是海拔4000米高的山路呢？就算是用到现代化的汽车来运石头，也要用到超重型大货车，而且要通过很特殊的道路才行，否则很有可能会把路给压坏。所以这巨石怎么运输的，至今也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在普马棚谷遗迹中，你能看到许多巨大的切割整齐的岩石，仿佛是巨大的积木散落在这里。虽然遗址遭受了15个世纪的风化，再加上寻宝者、采石者和玻利维亚的士兵的肆意破坏，遗址里许多的石块早就不见了踪影，但不难看出它们的外表还是十分平整。乍一看特别像是混凝土通过模具制作出来的，但经过专家的检测，这些巨石都是安山岩和红砂岩所造，属于很坚硬的火山岩，耐久性强。其中超过100吨的安山岩，末世硬度更是达到了5到6度。要知道，钻石的硬度为10，所以安山岩被归类于最难加工的石头类型。普马棚谷还有一个神奇之处，在于石块的精确度。这里的每一块石头都被切得很精细，以便与周围的石头在不使用灰浆的情况下就能相互交错，完美接缝，以至于石块之间连刀片都插不进去。不仅如此，这些石块还有着精确的直角，一些穿过巨石的洞还被打磨得十分的圆滑，有的几毫米的孔就好像是使用电动工具的结果。它们的间距竟然没有丝毫的误差。据专业人士介绍，这表明了创造者高度复杂的石头切割知识和对几何学的透彻理解。为了了解古人如何制作这些石材，有研究人员取了当地同样的石材进行了实验。专业人士说，以我们现代的科技通常加工这样的石头有2种方法，一种是使用激光，另一种是使用钻石刀。但是在同样的石材上经过激光和钻石刀的切割后，人们却发现和古代石头的切割面完全不同。此外，普马棚谷的那些巨石一般都是几平米到几十平米那么大，所以这么大的一块要用到多大的机械才能做到呢？何况是1500年前，哪有这样的工具呢？很多人都会觉得普马棚谷是距离此处不远的蒂亚瓦纳科人建立的，因为两地距离非常的近。但是蒂亚瓦纳科古城的建筑风格与此地相差甚远。首先，蒂亚瓦纳科古城的石头都比较小，其中最大的石头在普马棚谷也就算是普普通通。其次，蒂亚瓦纳科的雕刻看上去都非常的粗糙，并不像普马棚谷那么精细。据专家介绍，在蒂亚瓦纳科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神坛，这个神坛正是当地人为了纪念普马棚谷神迹而建的。在神坛的四壁有许许多多凸起的石头，每一块都被雕刻成了不同的面孔。根据当地人的说法，这堵墙壁被称为神的墙，
这些不同的脸正是诸神的面孔。有细心的人发现，在这诸多的神像中，居然刻画着大头大眼睛的脸，这明显和人类有着很大的区别。除了这个类似小灰人的脸之外，这里还出土了不少文物，其中的一个大石盆居然刻有与苏美尔楔形文字非常相似的文字。难道这里与几万公里之外的苏美尔文明有着什么关系吗？加上为什么普马蓬谷的石头会散落一地呢？好像爆炸后的残骸。研究学者说，这里没有任何陨石撞击的迹象。如果苏美尔的传说属实，那普马蓬谷会不会也是阿努纳奇的绝经典之一呢？会不会是普马蓬谷的设计者在临走之前，为了隐藏这些巨石的真正用途，而亲手把它毁掉了呢？2018年7月，据玻利维亚文化部的报道，考古学家们利用现代技术，在普马蓬谷和蒂亚瓦纳科旁惊喜地发现了一座地下城堡，还有2个巨型的金字塔。由于地下城面积巨大，其挖掘工作至少需要50年的时间。我们都期待新的发现能够解开这诸多的谜团，因为我们发现这遍布世界的巨石建筑虽然都是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但他们的惊人技术都是我们现代人难以企及的。比如古代埃及的金字塔、戈贝克利石阵、复活岛的巨型石像，以及我们今天聊到的普马蓬谷遗址。我们不禁要问了，在远古的时代，是不是有一个文明要远超今天的人类呢？